刚才你这个谈话之中，就是你提到了傅政华为什么要这么搞你，他就想拿出，因为你认识这个马建嘛，他想通过你跟马建的关系来搞出这些录像带。而事实上，你刚才说的中纪委这个官员这个事情来看，这18盘录像带是不是就是这些高层的这些就是色情录像带呢？您说到这儿，我先你的问题非常好。嗯，这个当时刘志华的这个我们检举揭发刘志华的时候，跟这个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当时啊很笑话，我那时候中纪委那个官员我老去这个我一路开车去了，我就揭发刘志华。所有人都见我，但是有一条，你拿证据或者我提供了文字证据，那不行，你要这个有照片我就提供了照片，我这天天找。这个找了照片了不行，我要视频结果发生了什么现象呢？纪委和公安的人围着我的，跟着我的屁股后面，天天进行视频事实上，这些人这都属于政棍，你知道了吗？这本是他的职务，他应该去找去。结果呢，逼着我一个老百姓，本来就没有视频，逼着我真的找到了刘志华犯罪视频，结果找到了刘志华就真进去了。现在这个事情异曲同工之妙是什么？我本来没有这个数据。我真不知道这18录像带是什么东西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令完成手里拿什么东西。但是这2年他逼着我，他现在是要灭我全家呀，全部资产全查封就像刘志华一样了。刘志华当年见我是说，你这东西都是属于国家的，拿着你的呀，哪凉快去哪玩去。我说那你这不耍流氓吗？等在以后咱再说刘志华这事很有戏曲化那么这回又来了，傅政华还有那其他几个领导也来了，现在逼着我呀。也是必须得找到这个数据，找不到也不行。所以说我才上您节目我要没有这个数据，我敢上节目吗？我得有点，我得有证据，我能拿出来东西，我才敢上你节目